看你们还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护盾在地面上有阴影吗？没有吧？那种东西那么虚，对吧？当然，你可以把那个护盾是想象成是一个光源。你要这样设定，我觉得是 OK 的。只是我没有把它想的，我又没有把它画成是那种，就是一定要在人和熊身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那种发光的那么一个效果的那种光。分层怎么分？我老是画到一层上，有什么分层的规律吗？没有。你可以怎么说？比如说，你把你就像我一样，因为我画画是根据我的那个东西的那个先后顺序去加的，其实也是会比较好找。因为你比如说这个人在这儿，熊在这儿，是吧？这个图层非常好分，然后它们周围有一些东西，你都可以比较快速的去找到。至于你画东西都画到一层上，我觉得无所谓吧，因为到最后你也是所有的图层都合掉的呀。因为我是要给你们演示步骤，我没有合图层，而且我会便于修改嘛，我也没有合。那以前的话，也就几个图层就画完了，就画合，到了最后可能到最后也就一个图层了。然后这儿是加强了那个魔杖的那个效果的，然后顺便用那个叠加去把熊身上的那个光晕去把它叠得更明显一些。原来亮部一定要就是偏比较暖才行。他们俩都是受一个比较暖的光。要不要往后面稍微跳一下呢？我觉得要讲不完的。这里都一直是在处理一些这种犄角旮旯的一些地方。我这里是加了一层烟雾，它原本有一层烟雾，然后我后来又在它后面又去叠了一层，在它上面又去叠了一下，分了两个部分去画的。这里是可以选图层的，就是你们按住那个就是这个键，然后你右键点它的话，它那个只要下面有颜色的、有东西的那个图层就会在这个列表上面，你们就可以自己去选那个层，很方便的。这样的话，你们也不用怕分错层了，或者是分错层以后，你们也知道那个东西在哪儿，是吧？很方便。就是最上面的这个键，按住 V 嘛，就是移动键。按住移动键以后，右键点击，比如说你要去选这个烟雾在哪，你就右键点烟雾，它会出来，就是像这样一排东西，就是说它下面会有东西的那个列表，图层的列表就出来了。你再去选择，你再去挨个点嘛。你画的时候自己其实都会知道你哪一层是什么东西的，是吧？这也是在不停的去添加那个光效。我刚才不是复制了一个嘛，旋转了一下嘛，主要是原来那个好像有一点单薄，然后我就把它稍微的改的大了一些，因为这个部分是那个护盾整体的那个光效，然后这个部分是边缘的。就这个图层是边缘，这个图层是边缘，这个图层是那个整体的那个效果。分开来表达，不能把它合层，合层了以后它就变了，它就变成正漂浮物，不明漂浮物。
雾，加了一些。其实我觉得可以加的更小一点，我画的有点大，可以飘得更细碎一点，星星点点的，多去加一点点。复制一个图层以后，去做一个模糊，再去做一个绿色的效果或者怎么样，然后可以让它中间有一个略微有点发光的那种感觉。我一直在找图层。最后有一个，我把这个地板其实是画了一个花纹的，但是我没有录到，因为最后我是今天早上起来就是点开图，觉得要再修改一下，然后我就加了一个那个东西，但是我没有把它录下来。这里稍微跳一下，我都一直在改那个熊周围的那个烟雾，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多看的必要。还有一直觉得这个部分，的这个位置有一点不太，略微有点不太满意，所以都在做一个调整。这个边缘就是去画一些，因为原本的那个受光没有那么强烈，就是说它的那个光感不是那么的强，我这里就去把它增强了一些，把它画得更亮了一点。这样的话，它的那个背景就是从背后透光的那种感觉会更强烈啊，就是从这种小的部分透露出来的那种感觉会更加强烈一些。啊，这里就是在加那个灯，纠结的那个，我说的那个悬空的那个灯。我这个图层画到后面最后是有200多兆，然后我机子又很差嘛，存一个图存了很久，然后非常的崩溃。所以我为什么要一直合成一直在画，也是因为我机子太差了，拖不动。这个是必须的啊，一直要去合成。然后这些其实你放大看都很吵的，就是拿笔刷去刷了一个剪影。这种东西不用去画的上面花纹你都还能够看得到，那就跟熊一样强了，好不好？而且它就是一个剪影，你就可以把它画成是一个剪影的效果，它就可以退到后面去。分层什么的，行业里没有规律的，分层都是靠自己的喜好。像小川老师画画就是一个图层画到底，他连背景和人都懒得分的，一样画呀。就这个是看个人习惯，没有规律，没有人硬性规定，除非是比如说到游戏公司，他会要求你，比如说有一些拆分部件，比如说它的素体，人的素体在最下面，然后上面是一些装备，然后装备还可以分层，这个是可以做规定的。但是像插画，一般像这种东西是没有那种很硬性的规定的。你当然可以把这个主体人物和背景分离开，这样去分层，就是最后的那个定稿的话，你可以这样去分层。但其实我觉得都没有谁会硬性规定吧，就主要是要你的整体的画面的一个效果啊。原画的话嘛，那个分层也没有什么硬性的规定，都是看个人喜好吧，感觉。因为也不是所有的公司都不会要求这个，可能有些公司会要求，像我说的那个，比如说人物下面是素体，上面是装备的那种步骤的话，它可能会对分层有所要求。但一般来说不会要求的那么，就是到这种细枝末节的地方不会的。然后画毛发的地方，其实这个地方，因为熊嘛，它在腮帮子两边的那个毛发是非常的浓密的，所以我只在这个地方是稍微去强调一点，其他的部分都没有太去强调的。身上的那种肌肉也会更趋近于人的那种肌肉块，所以也没有太多的去做一个毛发的一个刻画。然后这里也是我用了一些就向外飘散的那种烟雾，画了一些向外飘散的烟雾去盖掉它本身烟雾下面形成的那
那个边界线，就是要把这些东西虚下去。护盾那种东西，不用把它理解成是一个很实在的东西，它不需要有投影的，你就把它想象成是一个就是一个小灯泡吧。虽然我没有把它算作光源，但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小灯泡，漂浮在空中的一个小灯泡，不用去画什么，一定要去深究它的影子在哪里的，其实不用的。或者是漂浮在空中的一团火，就是它对其他，它是一个发光体嘛，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发光体，它不是一个很实在的一个东西，它没有一个实体，就它也不会在地上形成那种投影，你这么去理解嘛？一定要去纠结护盾有没有投影，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这个不是我们研究的一个重点。哎，我画到哪儿了？哦，我一直在这个地方，就是在去画一些细节。后面的那个毛发稍微退的有一点后头，这里的那个阴影的部分有点深。我后来也就是我就是把它用一些出来的那种毛发去把它盖了一下。其实我本来想把这上面是因为我不是建了一个颜色减淡嘛，然后我本来想是让它亮起来的，后来我考虑一下整个画面，这个部分还应该是最亮的，所以我后来又用一个正片叠铝去把4个角都压深了。就后面飘的所有的光影，后面来的光影其实都不会强于整个这2个主体受的一个，就是从他们的一个正面过去的这个光，就是这样打过去的光，后面的光都是虚的，都是比较虚的，对他们的影响会比较少。但是你看那个，我之前说那个灯就是这样悬在空中哈，也没有吊绳，那个铁链2根都没有画。我是后面才发现这个问题的，太搞笑了。烟雾是用什么画的？烟雾就是，之前我不是用了那个很有颗粒的笔刷嘛，然后做了一个模糊镜像模糊，然后最后的处理是用那个就是基本笔刷里面那个笔刷，然后这里就是开始处理一些最后的一个效果，因为我觉得可能主体已经收拾的差不多了，然后也是用我一贯的一个方式做了一些，我这里被点到了，渐变映射呀，还有色彩平衡，我可以稍微退回去看一下，可能步骤有点快。这里，我稍微用那个平速放吧，把它调回来，调个2倍速，这样。这个地方就是它是在这个下面去选的，这个下面去选的，能够看得到吗？它这个高光、中间调和阴影都是可以分开控制的。你要处理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完全就看你自己对这个画面的一个感觉。你想把它画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调子，就 OK。但我这个电脑上是特别颜色会特别艳，偏深，有点偏饱和，因为是戴尔的那个显示器，就太饱和了。其实我放在那个苹果的终端上看的话是没有那么饱和的，它会比较偏灰一点，会比较偏灰，会更接近一个真实的一个效果，所以不用太去纠结。我是故意要把它画的相对来说会比较饱和一点，不然在其他机子上看就会比较灰。然后这里也是做了一个渐变映射。
它也是会改变那个光影的一个调子，会有一些微弱的眼睛，其实并不会那这个周围的那个发光，我觉得有点过于的黑了，所以我把它压了一下，而且把那个中间稍微的提了一下，因为原来的那个眼圈有点太黑了。其实像这个地方都是有点黑爆了，有点黑都有点过头了。我之后是进行了一个调整的，不知道有没有录下来。这都是在进行一些微调。好，我稍微把速度放快一点。妈呀，又要，你看，其实你如果变得比较多的话，它会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变化。就这个变化还是非常的明显。然后这里加了一个阀值，然后做了一个叠加效果。它其实就是会把那种很高亮的那种地方给抠出来，就像是这种地方就会形成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光斑，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就把它留下来了。它那种很亮的那种地方就会出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区域化，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就把它留下来了。因为我之前我也是在试效果，我不知道那个玩意儿到底是来干嘛的。我刚才就说这个地方有点太黑了嘛，然后我也就用一个正常图层去把它画了一下，涂了一下，然后开始加一些口水的部分，像是这种怪啊，一张口全是哗哈喇子流满屏幕。问题我不是都讲过了吗？护盾那个地方不是用简单工具拉出来的，护盾是做了一个绿色的一个效果，我画了一个，然后是用那个动态模糊去把就是边缘模糊掉，擦去一些效果，擦去一些边缘以后，然后选了一个这个图层模式，这里选了一个绿色，就是会有那种减淡效果，那种非常曝光的那种感觉。然后这里也是，就我一直在抠这个地方，觉得太黑了，原来，然后就把它加亮一些。因为你如果真的是那么受光的话，不可能会是一个那么黑的一个调子的，然后是需要去把它略微的进行一些提亮的。我个人觉得戴尔的显示器，有一点太艳了，比起其他的，其他的那个液晶显示器又太灰，我觉得还是稍微艳一点好，稍微鲜艳一点好。这台显示器我也是用了好多年了，然后我终于在开始修那个栏杆的部分，哇塞，画的好丑啊，都不平行，这个手拉的肯定不行。然后略微加一些光效，用那个笔刷，就是用那个很模糊的笔刷，然后要去稍微擦一下，就是那个光线从后面透进来，稍微会有一些这样的光，可以这样去画一下。然后胸前的这些阴影有一点太黑了，我也是觉得需要去把这个地方再进行一些提亮的。其实不是说我一开始处理这些效果就开始收尾了，并不是，就有的是要在处理完整个画面以后，你要去想一下你的整个画面的一些细节里面还有哪些没有做到，还有哪些需要去进行一些修改。然后这个地方也是去进行了一个叠加，用一个叠加图层去，在我觉得需要提亮的部分，或者是需要改变一些颜色的部分，去增加一些
一些效果吧。比如说这种光影的地方更加去提亮一点啊，还有包括那个烟雾。其实烟雾你也可以，它有一些，比如说那种烟雾特别浓的地方，它同样也可以反映一些光线的一些颜色呀，或者是反射一些光线，就聚集的很浓的时候，你同样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比较实体的一个东西。啊，放大看的话，这个画面就会有非常多的笔触。然后最后也是把这个图层合成，但是我下面是保留了过程的。这个地方下面是保留了一个过程哦，我把那个原文件拖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下面就是我的过程，后面就是我的过程。然后这张图是有一些是修改过的，做了一个修改的。哎，哦，这个图层还不能关掉。我这个地方的那个地板，我是把它加了这个花纹的，就是地板上会有一些花纹，不然的话这个地方是非常空的。之前其实加一个 logo 会不会比较像一个卡牌？好，不开这种玩笑了。然后加这个花纹也是为了略微去丰富一下它吧。整个画面里的话，因为看这个房屋的这些上面都还是有一些花纹，如果地板不去加的话，会显得好像是不是有点糙哈？所以就去加了那么一个花纹。然后稍微放大一些看，会看得到非常多的一个笔触。这后面的东西都是非常的潦草了，就只有前面可以看。哦吼吼！就是有一种油光的一个感觉。这就是刚才那个阀值的那个图层做出来的一个效果，我觉得还比较有意思，我就把它留下来了。然后这个就是整个的一个感觉，差不多我就讲完了。这就是我今天分享的一个内容。好了，我看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退回到我的桌面上来吧。哎，问题都被我解答完了 ，OK， 今天可以准时下课了。哦，好像也没有准时下课，已经拖堂了耶。好啦，那今天辛苦大家来听我的课，然后也感谢幻想学院。然后那个我们下课吧，好吗？